帆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该离开了。忽然，楚轩辕对楚风说道：“父亲。”听得此话，楚风顿时心中一沉，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在眼前，楚风真的是舍不得离开。尽管他来到此处已经有了一会，可是在楚风看来，这时间未免过得也太快了，并且这一分别，没人知道会是多少年以后。帆儿，此处是楚氏天族境的，有楚氏天族的人监视着，而我对外宣称你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不能在这里长待，并且回到天外之后，你也不能对人说起你是我的儿子，至少在我告诉你可以说之前，你都不可以说。楚轩辕说道：“父亲放心，楚氏天族已经将我遗弃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不是楚氏天族的人，所以我自然也不会厚着脸皮声称自己是楚氏天族的人。但我楚风的名字不会改，毕竟这是你和母亲给我的，在其他地方也就算了，在天外，我就是要用这个名字闯。不过我也会听从父亲的话，不会说出自己的身世。”楚风说道。楚轩辕点了点头：“只是父亲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您离开这里？”楚风问道。“帆儿，这里根本就困不住我来这里也是为了修炼而已，唯有在这里，我才能领悟一些东西，唯有领悟了，我才能找到我想要找的，而在领悟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”楚轩辕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先是一愣，随后便满脸笑意的说道：“孩儿知道了。”楚风是真的知道了，换句话说，楚氏天族都困不住他的父亲，那也便没人可以伤害他的父亲，楚风的担忧自然也就可以烟消云散了。老袁，准备好了吗？忽然，楚轩辕对着禁地深处说道：“准备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老猿猴的身影缓缓走出。帆儿，这位叫做老袁，你应该称他为袁叔。你袁叔可是与你父亲我征战四方的人物，虽然他年纪比我大很多，可对于我来说，他却是最亲密的兄弟。楚轩辕介绍道。楚风拜见袁叔。楚风赶忙给老猿猴施礼。听到他父亲的话后，楚风对老猿猴更加的尊敬。你父亲给你准备礼物了，我这个做叔叔的自然也有准备，只是这个礼物你未必喜欢。老猿猴说道。是什么？楚风问道。随我来吧。老猿猴说话间，便带着楚风向禁地深处行去。走了没有多远，楚风便再度见到了盲眼老者与紫菱。只不过此刻最引人瞩目的，却是一个奇异的台阶。之所以说这个台阶奇异，那是因为这个台阶很大，并且每个台阶都像是由玻璃打造而成。可这样的台阶却只有9层。楚风在这台阶之中感受到了奇异的力量，这似乎是一种测试工具。帆儿，此梯名为9重天雷台，这是楚氏天族每个小辈到了20岁都要登上的台阶。这9重天雷台主要测试的是天雷血脉拥有者的毅力，因为天雷血脉拥有者的毅力乃是修炼的关键。毕竟修武这条路靠的就是坚持，尤其是我们天雷血脉的拥有者，只要修炼了自伐玄功，每突破1重刀修为便会遭受雷罚，而能否承受住雷罚，体质是一方面，毅力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这9重天雷台每登上1重台阶，都会对你的天雷血脉产生共鸣以及痛苦，那痛苦会影响你的动作，想要退回来很容易，可想要踏上去却是很难。可以登上的台阶越高，便表明毅力越足，日后可以取得的成就也就可能越高。你虽然早已过了测试的时间，但现在测试也是一样的。楚轩辕说道。父亲，那一般人的测试结果是如何的？楚风问道。参差不齐，一般的人都可以踏上第3重阶梯，当然了，弱一点的也有第2重阶梯都踏不上去的。不过我们楚氏天族的人基本上都可以踏上第2重，大多数都能踏上第3重，而能够踏上第4重的，我楚氏天族的人中大概只有20%。至于踏上第5重的就更少，连10%都达不到，而能够踏上第6重台阶的更是少之甚少。总之，这些人都会获得族内的重点培养。至于能够踏上第7重台阶的，哪怕是在楚氏天族之内，也会被誉为绝世天才，将享受无尽的荣耀，得到最好的待遇。因为我楚氏天族的族长也只是踏上了第7重台阶而已。楚轩辕说道。父亲，那么您呢？忽然楚风问道。这个呵呵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楚轩辕似乎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是淡淡的笑了。你父亲与你爷爷皆是踏上了第9重台阶，这是楚氏天族有史以来唯一2个踏上过第9重的人。至于最终停留在第8重台阶的，历代以来也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你楚氏天族的老祖级人物楚叶天虹。不过第8重终归是第8重，自然是不如第9重厉害的。老猿猴抢着说道。这么说来，我父亲与爷爷比楚氏天族的老祖还要厉害。听得此话，楚风不由得看向自己的父亲，一脸的自豪。只是测试而已，说明不了太多。总之，时至今日，为楚氏天族做出贡献最多的，依旧是我们的老祖楚叶天虹。楚轩辕说道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开始了吗？楚风问道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做这个测试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便随时都可以开始。只是风儿，若是感觉不行，便退回来。这虽然是个测试用的，但若要强行登陆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几乎每年测试都有人因不自量力而死在这9重天擂台上。楚轩辕提醒道。父亲放心，孩儿不是自不量力之辈。楚风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便直接踏上了那9重天擂台的第1重台阶。当楚风的脚刚踏上去的一刻，那玻璃一样的台阶竟然传来一声怒吼。与此同时，道雷霆也是自台阶浮现，顺着楚风的脚底涌入楚风的体内，沟通楚风的天雷血脉。一时之间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疼痛感涌遍楚风全身。楚风只感觉自己就像被麻痹了一样，从内至外被一重雷霆劈打着折磨着。但是这种疼痛，楚风却可以忍受。他咬紧牙关，连续向上踏出2步，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第3重台阶。当来到第3重的台阶的时候，便不是1重雷霆侵入他的体内，而是3重雷霆。3重雷霆带来的疼痛与折磨，远非1重雷霆可比。可是楚风依然没有止步，而是继续向上走去。
楚风又连续踏出2步之后，已经来到了第5重台阶。这一刻，楚风已经是汗流浃背，脸色发白了。那股压力比他预想的还要难以抵挡，那种疼痛比他预料的还要难以承受。可是楚风依然没有停止，脚步上移，竟又是连续踏出了2步，已经来到了第7重台阶。这第7重台阶，在处世天族之中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踏上来，而只要能够踏上第7重台阶的，便会被誉为人中之龙，受万人敬仰。就连处世天族内有身份的人，对于能够踏上第7重的台阶的小辈，也是不敢怠慢。毕竟，如今处世天族的族长也只是踏上了这第7重台阶而已。然而，这却并不是楚风的目标。楚风艰难地抬起了脚，随后便迈上了那第8重台阶。成功了！楚风的一只脚成功地踏上了第8重台阶，超越了处世天族的现任族长，超越了处世天族的许多人。这第8重台阶，毕竟历史上只有3个人踏上过，那便是他的爷爷楚汉仙，他的父亲楚轩辕，以及处世天族的老祖楚叶天虹。但是楚风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目标，那目标并不是第8重台阶，而是第9重台阶。他要达到与他爷爷和父亲同样的高度，否则他便觉得自己辱没了爷爷与父亲的名声，辱没了父亲给予他的传承。想到这里，楚风咬紧牙关，毅然而然地移动了那还停留在第7重的右脚，并没有在第8重台阶停留下来，而是直接迈向了第9重的台阶。终于，楚风的脚落下了，可是却没有落在第9重台阶上，而是落在了第8重台阶上。此刻的楚风，双腿在剧烈的抖动着，仿佛已经快要丧失了支撑身体的能力，随时会摔倒在地上。可是表面上的他还是好的，此刻体内那8重雷霆所带来的痛楚，才真的是种煎熬，那根本不是寻常人可以承受的。此刻，楚风的嘴唇已经发紫，他感觉自己浑身无力，连挪动一步的力气都没有，更何况那第9重台阶还蕴含着巨大的压力，想要踏上去极难。不要勉强。就在这时，楚轩辕开口说道，他已经看出楚风到了极限。至于紫菱、老猿猴、王眼老者，他们则是连说话都不敢，怕影响楚风的他们，只能紧紧地凝视着楚风，目露担忧之色。然而，听到父亲的这句劝告之后，明明已经难以踏出一步的楚风，忽然感觉热血沸腾，气血翻涌，体内竟然又有了一股强大的力量。于是，楚风的左脚支撑在第8重台阶之上，可是他的右脚却已然抬起，迈向了那第9重。落下了。楚风的右脚落在了第9重台阶之上，成功地登上了第9重台阶。然而，楚风的脚刚刚落在第9重的一刻，便大喊一声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。紧随其后，第9重台阶发出一声巨响，楚风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被弹了出去。可是，楚风虽然漂浮而起，但却没有被直接射出，而是漂浮在9重天擂台的上方。但是与此同时，9重天擂台却有着9重雷霆跃跃欲试，竟然要攻向楚风。糟了！见状，楚轩辕也是神色一变，随后身形一动，便掠向了9重天擂台。然而，当楚轩辕靠近的那一刻，9重天擂台那9重雷霆便一同飞掠而出，化作9只凶猛的雷霆巨兽，向楚轩辕撕咬来。虽然这9只雷霆巨兽不如血脉异象时惊人，可那股威势依旧势不可挡，已经超出了半组的力量。给我散！然而，只见楚轩辕大袖一挥，顿时虚空一颤，金芒四溢。只见那9只雷霆巨兽竟化作无数道雷霆，四散而去，被其轰开。随后，楚轩辕探手一抓，便将楚风抓住，最后身形一转，带着楚风落在了地上。而当楚轩辕与楚风落地的一刻，那9重天擂台竟也随之倒塌，先前那恐怖的气息消失不见。此时此刻，就如同一堆破碎的玻璃散落在地，已经没有了任何特殊之处。楚风此刻，紫菱、老猿猴、盲眼老者3人一同围了上来，一脸紧张地看着楚风。眼下楚风的体内不断发出咔嚓咔嚓之音，那是骨头碎裂之音。事实上，楚风不仅骨头碎裂了，他的肌肉、他的经脉、他的5脏6腑几乎都被震碎了。只不过在楚轩辕的治愈下，楚风的肉身很快便恢复如初，极为难看的脸色也是变得红光满面，甚至比之前还要精力充沛。你太乱来了！见楚风没事后，楚轩辕才开口说道：“父亲，孩儿无能，给您丢脸了。”而楚风则是猛然跪在了地上，一脸的自责。尽管他也踏上了第9重的台阶，可是却没能在第9重台阶上站稳，所以楚风很清楚，他最终的成绩只是第8重台阶而已。丢脸！整个处世天族有几个人能够踏上第8重台阶？莫说现在处世天族的小辈，就算放眼过去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。而我的却做到了。你没有给我丢脸，你是为我争脸了。楚轩辕笑着将楚风搀扶起来，可是楚风依旧一脸的自责。在他看来，未能达到与他父亲和爷爷一样的高度，就是玷污了他父亲和爷爷传承于他的血脉，辱没了他爷爷与他父亲的名声。他觉得那种高贵的血脉在他这里落寞了。我说过，这只是一个测试，测试不能代表最终实力。历代以来，有很多测试成绩很好，但最终成就却不是很高的人，但也有只登上了第3重台阶，可最终却获得极高成就的人。测试终归只是测试，而修武一途，天赋虽然很重要，但后天的努力与付出同样也很重要。不要忘记，无论是你爷爷还是我，都未能取代楚叶天虹在楚世天族的地位。楚叶天虹才是成就最高，为我楚世天族做出贡献最大的人，所以老祖才是我们楚世天族最大的骄傲。楚轩辕说道。楚风点了点头，他自然明白他父亲的意思，他父亲就是想告诉他，测试结果未必代表日后成就，只是内心的自责依然没有减少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。楚轩辕看向楚风的乾坤袋，说道。
你的那把邪神剑有些特殊，你怕是无法驾驭它，但也不要丢弃它。总之小心使用。父亲，那邪神剑到底是不是地兵？楚风追问道。地兵，这件兵器的力量可是不能用兵器的等级来衡量的，但是它很邪门，用好了会成为你的助力，但用不好也是杀你的利器。但终归是件难得的宝贝，你既然遇到，便是你的机遇，若是丢掉，便太可惜了。楚轩辕说道。父亲，我明白了，我不会丢掉邪神剑，我会小心使用。楚风说道。总之是福是祸，看你自己的掌控力了。若是真的无法掌控，也不要勉强自己，丢弃也是无妨。楚轩辕说道。我懂。楚风再度点了点头。去把分儿，去天外好好闯一闯。楚轩辕说道。父亲，袁叔，紫菱，那我这就走了。楚风看着那三道身影，无论是楚轩辕，还是老猿猴，或是紫菱，目光之中都蕴含着浓浓的不舍。而楚风也看得出来，他们三位也同样很舍不得自己，尤其是紫菱，虽然面带甜美的笑容，可是眼眶却早已泛红。而楚风印象中，紫菱可不是一个爱哭的丫头。我走了。楚风转过头，便与盲眼老者大步的离去。他真的决定走了，尽管心中还有许多疑问，可他却并不打算全部问他的父亲。他父亲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让楚风凡事靠自己，而楚风会按照他父亲的期望去做。他接下来的修行路会很苦，可楚风就是要靠自己闯过去，不再依靠他的父亲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轩辕的声音却忽然响起。回头观望，楚风发现楚轩辕依旧看着自己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说道：虽然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关于你母亲的事，可你却要知道，你的母亲她非常爱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楚风顿时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没自眼中喷涌出来。他自然知道他的母亲很爱他，否则又怎么会费尽心思在他体内留下戒灵。只是当他父亲亲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仍是感动的很，那种对母亲的想念有些失控了。父亲，我知道，我会努力修炼，然后去将母亲找回来。楚风这句话是笑着说的，他并没有哭。他在这一刻决定，日后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浪，他都不再哭，他要坚强，比以往都要坚强，因为他知道日后的路会更加艰难，可他必须要往前冲，因为他别无选择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他必须努力。楚风与盲眼老者离开了禁地，但却没办法原路返回，必须从天路继续往前走，只能在进入五之圣土后，再从通道回到东方海域。此刻，楚风已经与盲眼老者离开有一会了，可楚轩辕与紫菱以及老猿猴却依旧站在那里，目光注视着楚风离开的方向。楚风走后，紫菱的泪水无法自控地流了下来，染湿了那美丽的脸颊。至于楚轩辕自然没有哭，他连眼睛都没有红，可是他的目光中却也有着不舍。不放心了吧？不放心的话，现在还可以将他叫回来。你应该知道，天外不比这里，那里的凶险胜过这里数倍不止。老猿猴对楚轩辕说道。自然担心，毕竟是我儿子，可正因为爱他，才不能将他留在身边，否则只会耽误了他。楚轩辕说道。那倒也是，毕竟你当初也是靠自己一个人闯过来的，你的父亲也没有帮过你什么。老猿猴说道。的确，若让他有了依靠，努力的心难免会懈怠，就算有再好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，唯有无依无靠，没有退路，才会激发人的潜能。我这样做也是为他好。楚轩辕说道。放心吧，风儿潜力已经很不错了，第8重台阶毕竟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踏上去的，而这些年他的心性已经锻炼得很好，以他的天赋再加上他的心性，进入天外去闯也不会有事。老猿猴说道。谁告诉你那是第8重台阶的？忽然楚轩辕笑着问道，那笑容之中有着特殊的意味。怎么回事？这一刻老猿猴瞳孔一缩，已然意识到了不对，而紫菱则是一脸迷茫，有些听不懂老猿猴与楚轩辕的对话。这个9重天擂台是我亲手打造的，难道让你准备的时候你就没发现与楚氏天族的有何不同吗？楚轩辕淡淡的笑道。你做的手脚我哪里看得出来？快说，你到底在哪里动了手脚？老猿猴追问道。我不想让风儿太过自负，所以有意打击一下他的信心，这会让他日后在天外做事更加谨慎一些，所以这座9重天擂台的压力比寻常的要大许多。第8重台阶实际上就是第9重台阶。楚轩辕说道。这么说来，楚风他已经踏上第9重台阶了。老猿猴问道。这是自然，不仅踏上去了，而且站得很稳。楚轩辕说道。那么那个第9重台阶呢？若是这个9重天擂台的第8重台阶已经形同与寻常的第9重台阶，那么这个的第9重台阶又是怎么回事？老猿猴问道。第9重台阶便是第10重台阶。楚轩辕说道。哇，这么说来，楚风今日踏上去的第9重台阶，便是当年在那座遗迹内连你也未能踏上去的第10重台阶。老猿猴满面的震惊之色。的确，虽然风儿也未能真正的踏上去，但终归还是碰了一脚，而当初的我却是连碰都碰不到。楚轩辕说道。哈哈，那要是这么看的话，楚风的天赋不是不如你与你父亲，反而是超越了你们。老猿猴很是兴奋，毕竟此事非同小可。严格来说是这样的，虽然只是毅力，但这种毅力已远非寻常人可比。风儿他青出于蓝了。楚轩辕的脸上难得的露出利奥得意之色。好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本来觉得楚风能够踏上第8重台阶就已经不错了，搞了半天这个9重天擂台竟是加强版的，楚风最终的成绩竟然比你还好。哈哈，青出于蓝，这的确是青出于蓝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老猿猴激动得不得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甚至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。而此刻紫菱也已经从2位的话中听出了事情的原委，此刻也是一脸甜甜的笑容，她是在为楚风感到高兴。紫菱，风儿进入天外后的日子会很苦，但你在这里未必会过得比他好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你怕是都不能再休息。我给你安排的训练强度将超过你以往的修武经历，但这是你变强的必经之路。我会对你的天赐血脉进行改造，那是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痛苦，
欲要重生，必先星号星号。你想要蜕变得更强，这是唯一的选择，你可有做好心理准备？楚轩辕看着紫菱说道。紫菱狠狠地点了点头，一双美眸之中闪烁着他坚定不移的决心。经过一番赶路，楚风终于回到了东方海域的九州大陆。他再度来到了紫禁城的上空，因为他发现当日的所有人都没有去青龙宗休息，而是依旧留在这紫禁城等着楚风。只是见到楚风归来后，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变得凝重起来。楚风，四大圣兽呢？见楚风一人归来，仙喵喵上前问道。在这里。楚风说话之间，四大无上秘籍便被他施展而出。他们变成秘籍了？仙喵喵惊讶地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也都目露惊讶之色。准确来说，是变回秘籍了。他们之前为了帮我才复活的，但是那种状态却无法长存，唯有化为秘籍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楚风解释道。原来如此。听得此话，众人才一脸释然。楚风，不对啊，你的气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仙喵喵又是一脸吃惊地看向了楚风，一双美眸瞪得那叫一个圆。楚风，你竟然已是一品半祖。而下一刻，所有人都是恍然大悟。此刻楚风的气息哪里还是当初的七品五帝，已经是一位真正的一品半祖啊！我了个擦！神，什么情况？才走了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连续提升3品修为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而王强更是一脸的震惊。本来王强的修为便是一品半祖，是远强于楚风的，可是现在楚风却已经将他追上了。是我父亲帮的我。楚风并未隐瞒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楚风进入天路实际上是为了看他的父亲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了解楚风的都知道，楚风想突破一重修为是多么的困难。楚风能够成为7品5帝已经是不可思议，可是楚风的父亲却这么轻易的便让楚风提升到了1品半祖，人们都能从此联想到楚风的父亲是一个何等强大的人物。楚风，你在天路都发生什么好玩的事了？快告诉我，我还没去过天路呢。仙喵喵一脸好奇的问道。当然，更多的却是打探关于楚风父亲的事。这个丫头的好奇心实在太重了。至于楚风，倒也没有隐瞒什么，大家问的他都说，毕竟这里的人都是他很信赖的人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可对于楚风来说，却与亲人没有两样。楚风，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去天外了？忽然，白若晨问道。白若晨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是沉默了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目光中都涌现出了浓浓的不舍之色。楚风非池中之物，进入天外是迟早的事，而在这里该做的也都做过了，的确到了他要走的时候了，是要走了。不过在走之前，还要复活我的家人。楚风说话间，便飞落到了紫禁城之中。见状，人们的脸色再度变得凝重，目光之中也都涌现出了担心之色。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孤羽、楚月等楚家人。弟弟，不要再试了。楚孤羽来到楚风身旁说道。楚风弟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太执着，而因此耽误了自己。楚风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而大家的死其实也不能怪你，你就不要再自责了。与此同时，楚月、楚真等人也都走了过来，开始轮流的劝楚风。原来大家是怕楚风执意的使用那复活秘法，从而导致耗费太多，将自己给害死。毕竟当日楚风使用那复活秘法之时，那股执着的劲头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若不是天路快要开启，恐怕任何人劝都是没用的。所以他们真是不想让楚风再试了，他们都怕楚风再试依旧无法成功，而他依旧不肯放弃，从而将自己的大好前程葬送在此处。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了。看到大家那紧张的样子，楚风忍不住笑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这一次一定会成功，因为这复活之法是我父亲给我的。楚风说话间，掌心一翻，便将他父亲给他的那道阵法拿了出来。看到这阵法，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变。然而楚风却没有给予人们过多思考的时间，则是直接运转起了阵法，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快一点复活自己的家人了。阵法一经运转，顿时一道耀眼的光芒覆盖这方天地，紧随其后，一层又一层肉眼可见的波动自那阵法之中散发开来。这波动很强，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，比之前楚风所用的复活秘法强大了不止数倍那么简单。可是如此强横的波动却不会影响任何事物，在场的每个人也不会被这波动所伤害。而这波动散发还没有多久，很快便有道道透明的光芒体飞掠而来。那光芒体越聚越多，并且开始道道相融，很快便形成了一道道完整的光芒体。准确来说，那是灵魂体。天哪，那是我的父亲！忽然，楚家小辈之中有人大声呼喊起来，激动得又蹦又跳，与此同时却也潸然泪下。然而这只是其一，越来越多的光芒体开始浮现，而那每一个都是楚家当年死去的人，甚至就连楚风的义父楚渊、楚风的大伯楚仁义、楚家昔日的家主楚元霸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全部浮现而出。竟然真的可以！眼见着昔日死去的家人此刻竟全部浮现，楚家的每一个小辈都是激动的开始发抖。莫说他们，就连是围观的众人也是一脸的吃惊。他们什么没有见过，可还真是没有见过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。此刻最过激动的莫过于是楚风，但是他却必须压制住内心的激动。虽然这些人的残魂都被召集过来，可却是无意识的状态。此刻楚风一边催动那阵法，一边为众人凝聚肉身，唯有让灵魂进入肉身，才有办法帮他们复活。其实以楚风如今的实力，帮人凝聚肉身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，片刻之间便可以凝聚数百人的肉身。可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家人，所以楚风为他们凝聚的肉身特别的细心，导致凝聚一个肉身所需要的时间比正常的凝聚方法都要长。楚风，若不介意，我可否帮你？通天仙人上前说道。有劳前辈了。楚风点头道。通天仙人好歹是5至圣土的第1届灵师，他的手段楚风是信得过的。
我也来帮忙。在此之后，如练冰仙人、雪发仙人、罗盘仙人、界灵仙人等龙纹界灵师也都纷纷登场。可能是因为知道楚风所想，所以他们凝聚的肉身竟比楚风还要慢上许多。当然，如此慢的速度换来的却是更为精致的肉身。终于，所有肉身凝聚完毕，所有灵魂也都被送入肉身之中。只不过，灵魂与肉身融合完毕之后，那一道道身躯却依然没有呼吸，还没有真正的复活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楚风施展任何手段，都没有办法让他们恢复心跳。楚风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通天仙人对楚风问道。虽然他贵为通天仙人，理当拥有通天之能，可是面对这种情况，他却也没有办法。而此刻，楚风也是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真是不知道，毕竟他的父亲只是与他说，凝聚肉身，让灵魂进入肉身，就可以让这些人复活。他现在已经照做了，并且将每具肉身都凝聚得很是完美。可是这些人却都没有复活的迹象。为了让他们快些复活，楚风也尝试了一些特殊的手段，但却都没用。如今的楚风已经是黔驴技穷，可这些人依旧没有复活，这让楚风感到很是无力。可是灵魂已经召集了呀，难道这样都还是不行吗？此刻，楚家人有些慌了，有些女子更是急得泪如雨下。之前他们不是很相信复活之法可以成功，可是真的看到家人的灵魂，并且灵魂进入肉身之后，他们都觉得家人可以复活了。然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却又无法复活，他们也是满心的焦急。就在这时，楚轩辕给予楚风的阵法忽然爆炸开了，化作漫天的银光冲天起，随后那银光飘飘洒洒的从半空落下，最终竟全部向楚家人的肉身飘落而去。而当那银光入体之后，本一动不动的楚家人竟然开始有了呼吸，甚至开始发出声音。终于，所有楚家人都睁开了紧闭的双眼，他们苏醒了过来。活了，活了！见状，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激动的大喊起来，起死回生！这超乎想象的事情竟然真的成了！父亲、娘亲、爷爷、弟弟、妹妹，一时之间，所有活着的楚家小辈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哭天抹泪地扑向了自己被复活的亲人，紧紧相拥，泪如雨下。这么久的思念之情，皆在此刻爆发。父亲，至于楚风，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他的义父楚渊的身旁。楚孤羽也是跟了过来。孤羽，帆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还是说我浑浑噩噩中做了一场梦？楚渊有些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。父亲，您的确死了，不过您却又被复活了。是楚风，是我的弟弟楚风，是他复活了你们。楚孤羽说道。复活了，我们楚家人都复活了。楚渊听了此话后，便观向四方，这才发现当年遭受屠杀，甚至他亲眼看到被人所杀的楚家人，此刻都完好无损地坐在那里。只不过那些人都如他一样，一脸的茫然，有些搞不清楚状况。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……忽然，楚渊露出了惊恐之色。他是看到了东方海域以及5只圣土的众人，尽管那些人都隐藏了气息，可单用看的，楚渊也能看出那些人的强大。毕竟修武到了一定境界，便会散发出超越寻常人的气质。父亲，您不要怕，这些人全是楚风的朋友，是楚风带过来的。楚孤羽解释道。帆儿，他们真的是您的朋友？楚渊一脸震惊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虽然他印象中自己的儿子楚风的确很强，但也不可能强大到这种地步吧？竟然结识了那么强大的人物，那些人在楚渊看来简直就像是神灵一般，绝对不是九州大陆的存在，何止是朋友？楚风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，我们都欠他一条命呢。仙喵喵笑眯眯地说道。别看仙喵喵这话有着玩笑的意味，但毕竟也是事实，所以他此话一出，许多人都跟着点头表示赞同，甚至如妖蛟王族的族长更是说道：这位仁兄，你可真是收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，你的儿子现在可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，最强！天哪，我的帆儿究竟强大到了什么地步？楚渊看向楚风，目光变得兴奋不已，他已经相信了，相信是楚风救活了他，只是需要何等的力量才能让死人复生？楚渊虽然无法确定，可他却知道，如今的楚风定然已经强大到了超乎想象的地步。楚风他，楚渊与仙喵喵的对话，其他楚家人也都听到了。当意识到真的是楚风救活了他们后，那些楚家人的目光也是变得异常复杂。想当初在楚风年少之时，除了楚渊和楚孤羽，在整个楚家几乎没有人看好楚风，哪怕家主楚渊霸也是如此。那个时候，多少人打过楚风，骂过楚风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都曾欺负过楚风。尽管后来楚风用实力证明了他的天赋，渐渐得到了楚家人的认可与爱戴，可任凭是谁也不会想到楚风会强大到像今日这个地步，竟然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。一时之间感慨万千。父亲，不管我有着怎样的修为，我都是您的儿子。楚风对楚渊说道。对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楚渊连连点头，他真是以楚风为荣。大哥，父亲他们刚刚醒来，需要好好休息，先将他们带到青龙宗吧。楚风说道。好，我们这就回青龙宗。楚孤羽说道。父亲，忘记告诉您了，我大哥他现在可是青龙宗的宗主。楚风对楚渊说道。真的？孤羽他加入了青龙宗，还成为了青龙宗的宗主？楚渊很是惊讶地问道。千真万确。楚风点头道。好啊，我的2个儿子都太争气了。楚渊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他虽然知道自己死了，可是却一直浑浑噩噩，没有什么清醒意识。这些年他就像是迷迷糊糊地做了一场大梦，但这梦又没有内容，所以这么多年发生的事情他自然不知晓。而这一刚醒来便得知这么多的好事，自然很是高兴。之后楚风以及楚家众人，还有东方海域以及5只圣土的众多宾客，全部都前往了青龙宗休息。为了庆祝楚家人复活，为了迎接诸多宾客，青龙宗自然是大摆宴席，并且楚风也向残夜魔宗
以及姜氏皇朝等诸多势力发出邀请。这对于楚风来说，可能是进入天外前的最后一场盛宴了。他也想看一看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所有人。终于，九州大陆与东方海域的所有宾客都被邀请了过来。这场从未有过的盛宴也终于正式开始。酒桌上，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，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还是刚刚入门的小弟子，都是异常的兴奋与激动。先不说青龙宗迎来了那么多来自传说之地五之圣土的大人物，他们青龙宗的骄傲人物楚风，竟然还逆天到可以将死去的家人复活，简直无所不能啊！最重要的是，那些因楚风而来到此处的重要宾客们，一个个更是出手阔绰，赏赐青龙宗所有人大礼，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，都获得了诸多好处。这自然是让他们想不高兴都难。毕竟那些大人物随手打赏的宝贝，都可能是他们努力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。而在宴席上，楚风也是大概的与楚渊讲述了他这些年的经历。事实上，倒不是楚风亲口讲的，如仙喵喵这些家伙嘴可是欠得很。而当九州大陆的人们清楚地知道楚风所经历的事情、所做过的事情后，对楚风更加感到敬佩。而那些曾与楚风共同成长的小辈们，也都意识到楚风与他们的距离真的是越来越远了。如果说他们还在地上刚刚学会了跑，但是楚风早已经开始在9天之上翱翔了。凡儿，你要去天外了？忽然，楚渊很是惊讶地问道，目光之中尽是不舍之色。他已经知道楚风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帝王级人物，在这个世界几乎已经没人是楚风的对手。而楚风身负重任，他将要前往那浩瀚的星辰之中，也就是所谓的天外。是的，父亲，我要去天外了。不过我迟早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看您，会回来看到家。楚风说道。凡儿，我知道我拦不住你，我只说一句，去了天外一定小心行事，什么都没有性命重要。楚渊很是不舍地说道。好了，风儿可是有大作为的人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应该支持他才对。来，凡儿，爷爷敬你一杯，祝你在天外也能如在这里一般，闯出一番天地。楚元霸举杯道。当初的楚元霸可并不看好楚风，是在楚风渐渐崛起，为楚家争光之后，才开始给楚风脸色的。而现在得知楚风的种种事迹之后，在他的心中，楚风也是彻底成为了他楚家的骄傲。他很庆幸自己当初还是让楚渊收留了楚风，要敬也该我敬爷爷您。尽管当年楚元霸待楚风不好，可楚风却并不怪楚元霸，也不怪楚家的任何人，他有的只是亏欠。于是楚风喝完这杯酒后，对楚元霸说道：爷爷，当年是我不好，才害了你们。凡儿，说什么呢？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？楚元霸无所谓的笑道。就是楚风那件事，没人怪你，毕竟本来也就不该怪你，错的是那些恶人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楚家人也都是劝道。见状，楚风淡淡一笑，随后忽然抓起一大坛酒，目光扫向众人，他的家人楚月、楚渊、楚孤羽等，他的师尊诸葛流云与邱残风，九州大陆的前辈青龙道人李长青、侯哥等，东方海域的皇甫皓月、秋水浮烟、缥缈仙姑等，五之圣土的百里玄空、独孤星风、皇甫皓月等，以及诸多势力的前辈们，如青龙宗、姜氏皇朝、缥缈仙风、残夜魔宗、青木山、妖蛟王族、界师联盟、精灵王国等等。看到这些熟悉的脸庞，过往的一幕幕仿佛又重新浮现在了眼前。楚风的嘴角不由掀起一抹笑意，说道：在座的前辈都帮过我楚风的人，都是我楚风的贵人，甚至很多前辈还都救过我楚风的命。我楚风能有今天，也多亏了你们。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诸位前辈的谢意。前辈们，我楚风在这里敬你们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将一大坛酒灌了下去。见状，所有帮过楚风的前辈们也都同饮一坛，他们都不后悔帮过楚风，因为楚风值一坛饮酒。楚风又抓起了一坛，看着王强、江无伤、张天翼、仙喵喵、白若尘、司马颖、但台雪等众多同辈说道：这一杯敬我的好兄弟、好朋友们，也敬我们同患难共风雨的岁月。干杯！仙喵喵等人一同起身，与楚风同饮此酒。这一夜彻夜未眠，众人畅饮到天亮。事实上，这场盛宴足足举办了10天10夜。楚风知道这是他陪这些亲人们的最后时光，所以他也是格外珍惜。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场宴席也是一样。尽管众人万分不舍，甚至有人痛哭流涕，但宴席终究还是散了。当宴席散后，楚风便前往了东方海域，前往了缥缈仙峰。楚风准备走了，而前来送他的人也是不少，几乎能来的人都来了。他们都想亲自送楚风一程，只不过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那成仙路内的。毕竟成仙路通往登天梯的路程也是很危险的，最终能够在登天梯前送楚风的，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已。喵喵，这个你留着，日后到了天外，你若是不想停留在百炼场内，可以用它逃离百炼场的束缚。楚风将那把结界钥匙交给了仙喵喵，仙喵喵笑眯眯的接了过去。到了天外，用这个联系我。楚风又将一只金色闪光鸟交给了仙喵喵。好的，仙喵喵再度点了点头，随后对楚风说道：你可要好好的，一定保住你的小命，不要等本公主去了，连个亲人都没有。一定。楚风笑着点了点头。喂，别磨蹭了，到底走不走啊？忽然一道声音传来，是王强。只不过此刻的王强已经在云端之上，站在那登天梯之中，登天梯已经开启，而王强也攀爬了上去。诸位前辈，那我楚风这就告辞了。楚风抱拳顺道，一路顺风。众人一同抱拳说道。楚风又是一笑，随后便身形一转，跃向了登天梯，一步一步快速的攀爬，很快便追到了王强。看到没？再往前去，这登天梯应该就会将我们送上天外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彻底告别这里了。
你坐，做好准备没？王强指着登天梯的前方说道，那里的波动有些与众不同。楚风看了下方一眼，的确有着诸多不设，但最终还是毅然地转过头来说道，走。楚风此话一落，二人便一同飞掠而去。而当二人踏入那个区域之后，自登天梯的下方便有着一重又一重的力量自下方冲击而来。而当那光芒掠过楚风与王强之际，二者也是快速的被带向了天际深处，很快便没了踪影。当登天梯平静下来之后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楚风恐怕已经踏入了天外的旅程了。卷6，百炼凡剑。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化，而自己却一动不能动，就像被束缚住了双腿双脚，身在汹涌江流之中，只能随波逐流。可楚风却能够看到周遭的变化，起初是一片金光，但很快变得黑暗。尽管黑暗，可却有着隐隐光芒不断掠过，且他能感觉到那光芒其实很多，简直数不胜数。只是他与王强的速度太快了，楚风根本就看不清那一切，但他隐约间却有了猜测，那应该是星辰。楚风已经离开了东方海域，准确来说是离开了祖武下界，进入来到了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中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天外。终于，楚风的前方不再无穷无尽的通道，而是出现了一缕光芒，且那光芒越来越亮，像是一轮明日，一股炙热的感觉也是随之而降。楚风与王强很快便被那光芒与炙热覆盖，像是落入了太阳之中，那种感觉可并不好受。然而那种感觉只停留了一瞬间，便消散而去，同时那耀眼的光芒也随之消失。很快的，楚风发现他被束缚的双手双脚也是恢复了自由，并且他观向四方，便喜悦地发现此刻的他是身处在一片海底深处，进入天外了。王强对楚风问道，脸上涌动着难以掩饰的兴奋。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身形一纵，便与王强一同快速地向外飞掠而去。水浪翻腾，楚风与王强便如同两条蛟龙一般冲天而起。只不过周遭四处无人，上方乃是蓝天白云，下方则是一望无际的海浪，海浪滔天，轰鸣滚滚。我擦，这不是东方海域吗？王强张着大嘴巴，一脸的失望。不，这里应该是百炼凡界了。楚风说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王强问道。感受此处的天地能量如此的充沛，如此的浓郁，莫说东方海域，就算是5之圣土也远不如此处。楚风说道。听得楚风的话后，王强则是闭上双眼，认真的感受了一下周遭的天地能量，随后双眼睁开，便再度露出了兴奋之色，说道，真的，这么说来，此处真的不是东方海域，而是百炼凡界。那我们现在这是何处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百炼场吗？但是怎么只有咱们2个人？王强好奇的问道。只有2个可能，一，此处很大，所以就算我们身在百炼场之中，也未必就4处都能看到人影。2，我们使用的登天梯是避开了那股引导力量的，所以我们虽在百炼凡界，但却根本不在百炼场内。楚风解释道。也是，算了，管他娘的呢，走，溜达去。王强先是观望四周，随后便身形一转，指着一个方向说道，走，往这边离海岸近。话罢，王强便向他所选择的方向行去，倒是有些手段。见状，楚风则是暗叹一声，虽然同为界灵师，可是身在这样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中，能够通过海面上的一切便分辨出哪个方向距离海岸近，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。楚风能够做到，但他真没有想到这个王强竟然也能够做到。而见王强有此等手段，楚风倒也多了一丝底气。他们2人共闯着未知的天外，多些手段总是好的。2人向前方飞掠而去，果不其然，在靠近海岸之际，便看见了城池。这城池不是很大，却也是人群涌动。总之这城很是热闹。看到这些城里的人，楚风与王强那叫一个兴奋和激动，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虽然都是人，可是毕竟这里的人乃是百炼凡界的人。楚风最先做的便是观察这些人的修为，他想知道百炼凡界人的修为大概在什么程度。而一眼望去，这城内之人无论是男女老少，几乎全部都是修武者。至于修为，则是从高到低应有尽有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凡是成年人，最弱也是在武王境，而半帝境的强者有很多。当然了，如5帝境的强者也不是没有，只是5帝境的强者很少。而只要有5帝境强者出现，其他人也都会或多或少的投去敬畏的目光，说明在这里5帝境的强者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刻在楚风与王强视线内的人，能够踏入5帝境的大多都是100岁以上者，而身为一品半祖的楚风与王强进入这样的地方，倒也算是鹤立鸡群了。只不过因为2人没有故意显现自己的气息，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。毕竟他们2个就是2个年轻人，20多岁的年轻人，根本就不是小辈之中的巅峰年龄。在那些活了几百岁甚至几千岁的人眼中，楚风与王强连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都谈不上，其实与2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异。什么啊，还以为这里多了不起，搞了半天也不过如此。就这些家伙，我一个屁都能崩倒一片，太没挑战性了。王强一脸失望地说道。我们刚到这里，不过是看到了冰山一角，自然看不出什么，更何况5帝强者在5之圣土，那可都是一方人物，并不是那么好见到的。而这里只是一个城池，一个城池便有5帝强者，这里的5帝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所以在我看来，这里的人可能只是寻常的修武者，竟然能够达到5帝境，这已经很不同寻常了。楚风说道。你要这么说，那还真是。王强觉得楚风说的倒是颇有道理。忽然阵阵刺耳的钟鸣之音自大海的方向传来，不好，是陆阳阁的人，大家快退避！而听到那钟鸣之后，这城池中的众人呈现出了2种反应，一种是惊慌，一种是喜悦。楚风发现有些人已经跪在了地上，
向那钟声传来的方向膜拜。这些人都是面露喜色之人，快走啊，快走！与此同时，那些面露惊慌之人则是赶忙躲到了起来。神，什么情况？王强很是不解地问道。喂，你们两个小子，不想活了？陆阳阁的人经过，必须跪拜臣服，若不想跪就赶紧躲起来。忽然，不远处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大叔喊道。虽然那位是中年大叔的模样，可实际上他的年龄至少也有200岁，已经过了小辈的年纪。什么？只是经过就必须跪拜臣服？这么嚣张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我就不跪，看他能把我怎么着？听得此话，王强反而来了劲，双手叉腰，仰脖朝天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擦，那个不穿衣服的丑八怪，你是真活腻了呀！见王强不仅不躲，反而摆出如此尿性的动作，那大叔竟然急了。哎呀，你说谁丑？见中年大叔竟然侮辱自己，王强顿时不高兴了，说话间便向那大叔走去。见状，楚风则是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看得出来，王强并非真的要找那大叔麻烦，毕竟那大叔是好心好意的提醒他们，王强不过是给自己一个理由，随便找个台阶便赶紧下了。其实他也是想躲起来。至于楚风，在不熟悉那所谓陆阳阁是何方神圣的时候，自然也不会冒风险，毕竟初来乍到，应当小心行事。于是楚风便跟着王强来到了那大叔所藏躲的地方。怎么着？我好心好意提醒你，你还要和我打架不成？来，虽然我不喜欢以强欺弱，以大欺小，但是你这种无知的混账家伙，我刘某人也从来不惯着。见王强气势汹汹的过来，那大叔也不怕，双手掐腰，脖子一挺，竟散发出了3品半地的气息。看到这一幕，楚风忍不住偷偷的一笑。大叔的修为早就被他与王强看透了，可此刻大叔却还故意卖弄气息，显然他对自己的修为还是很有自信的，至少他没有将楚风与王强放在眼中。这位大叔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要打架，只是要找你理论理论。你自己说说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怎么能刚一见面就对我人身攻击呢？王强一脸不服的说道。怎么着？实话实说，还不让了？大叔同样不服，但忽然间他脸色一变，随后声音便放低，说道：一会再跟你小子算账。话罢，大叔便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了天际，与此同时躲得更深了。见状，楚风与王强也都将目光投了过去，因为此时此刻，不仅那刺耳的钟声越来越响，一大队人马更是浩浩荡荡地自天际之上奔腾而来。这队人马由紫色云彩覆盖，根本就看不清什么，除了能看见那道道随风飘动、写着陆阳阁的大旗之外，便只能听到浩浩荡荡的脚步声，那是在踏空而行。不过楚风在使用天眼的情况下，却是洞穿了一切。那紫色云彩之中是妖兽与人类同行，但无论是妖兽还是人类，都穿着相同的服饰，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势力。只是在5之圣土的时候，无论是妖兽还是人类，都是有着各自的阵营。像这样妖兽与人类同在一个势力的，还是很少见的，并且这个势力的人修为都很强，无论是妖兽还是人类，全部都是5帝境的强者，而这样的强者竟足足有着8000名之多，足8000名5帝，这等阵势，想一想还是非常骇人的。更何况这些5帝的品阶也都不低，甚至其中许多还都是5帝巅峰，只差一步便能成为半祖的存在。事实上，在这人马之中，也有着几十辆战车，而每辆战车之上都有一名半祖级的强者镇守，其中一辆战车最为耀眼，就像是一座移动的宫殿，而透过天眼楚风能够看到，这座战车之内还真的是富丽堂皇。那种种昂贵的装饰就不说了，这其中有着足数十位年轻美貌的女子，这些女子衣着暴露，修为什么境界的都有，普遍都不是很强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她们的年龄多很小，最大的也不到30岁，而最小的竟然还是10几岁的少女。这些女子或是端茶倒水，或是卖弄风情，都在围着一个男子团团转。准确来说，这是一名衣着华丽的青年男子，长得可谓风流倜傥。楚风虽然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可却能够隐约间感受到他的真实年龄绝对不止如此。这至少是一个活了几百岁的老家伙，一个几百岁的家伙竟然让这么多年轻的女子伺候着，还真是让楚风感到有些恶心。若是真心相待也就算了，楚风能够看得出来，对于那个男子来说，这些女子不过就是玩物罢了。那是，可忽然之间，楚风目光一闪，他惊讶地发现那男子的发冠很是别致，那应该是一件至宝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那发冠之上竟然刻写着一个字，楚字。而在楚风目露惊讶之色之际，那些跪拜在地的人则是开始整齐地呼喊道：拜见阁主大人，拜见阁主大人，拜见阁主大人。不过那陆阳阁的人马来的也快，去的也快，不过是片刻之间就已经远去。而眼见着那钟声越来越远，跪在地上的人也是站起身来，又没被选上，再这样下次我可不跪了。此刻有些先前跪拜之人一脸的怨念，但大多数人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干着之前做的事，对于先前的跪拜竟然没有丝毫的耻辱感，就仿佛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般。喂，大叔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王强对那位大叔问道。你们两个是新来的吧？那位皱着眉头，就像是看着怪物一样，看着楚风与王强。是。王强一脸笑容的点着头，这家伙态度转变的还真是快，难怪当初明明实力很强，在阴风谷村却还要挨揍。此刻楚风真的怀疑王强是不是有被虐待的倾向了。既然是新来的，那我便不与你们计较了。算了，告诉你们吧，先前过去的乃是我们这里最强的势力陆阳阁，而当那钟声响起之际，便说明是陆阳阁的阁主经过了。陆阳阁阁主经过之地，所有人必须跪地膜拜，并且还要高呼拜见阁主大人，否则若被陆阳阁的人发现，便会直接赐死。所以若不想跪，只能躲起来了。像你先前那样站在人群中，就是在找死，知道吗？中年男子说道。
原来是这样，那还多谢大叔您的提点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既然不想跪，都躲起来就是了。我看那些跪的人怎么还一脸的高兴？我擦，这不是犯贱吗？王强一脸的不解。都说了，陆阳阁是这里最强的势力，很多人也都想加入陆阳阁，只要加入了陆阳阁，就可以耀武扬威。而之前也发生过，膜拜之人被选中，直接带到了陆阳阁，那些家伙都是想要加入陆阳阁罢了。中年男子说道：“那我明白了，还是犯贱。”王强鄙视的说道：“敢问这位大叔，那陆阳阁是何人所建？”楚风好奇的问道：“先前那位男子头上的发冠，让楚风难以忘怀。毕竟暗殿殿主的头上也有一个发冠，而暗殿殿主的发冠写着的是鹰字，所以楚风在想，鹰字的发冠是来自鹰氏天族。那么那位带着楚字发冠的，会不会是来自楚氏天族的？嘿嘿，要说起这陆阳阁的阁主，还真是不简单，此人可是楚氏天族之人啊。”那位大叔说道。楚氏天族，听得此话，王强顿时张大了嘴巴，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来时的路上，楚风已经与王强说了自己与楚氏天族的事，所以王强已经知道了楚风与楚氏天族那复杂的关系。丑八怪，你不会连楚氏天族都不知道吧？那可是一方上界的主宰，掌管无数凡界与下界的存在。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楚氏天族的不是人，而是神，你知道吗？中年男子对王强说道。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楚氏天族呢？王强笑嘻嘻的说道。我看你们两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的，还真是有可能不知道楚氏天族。总之啊，遇见就是缘分，我劝你们谁都能得罪，但千万别得罪这陆阳阁。其实陆阳阁能在这里称霸，倒不是因为绝对的实力，而是正是因为陆阳阁的阁主乃是楚氏天族之人，所以没有哪个势力敢与他正面对抗。见他要称霸此处，许多能与他对抗的势力便都离开了这里，这才成就了他霸主的地位。中年男子说道。大叔，我饿了，这城里哪里的东西最好吃？王强问道。丑八怪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？见自己说了一大堆，王强竟然当成耳旁风了。这位中年男子一脸的愤怒。大叔，我认真听你说话了，不过我真饿了。王强捂着肚子惨兮兮的说道。修武者也会饿，依我看你是馋了吧？大叔鄙视的说道。嘿嘿，是。王强也不反驳，而是连连点头，笑得很是不要脸。要吃好吃的，那自然是百众红雀楼，那里的东西那叫一个美味啊。不过可惜那里的东西实在太贵，我都吃不起，你们两个毛头小子更是吃不起。中年男子说道。扯淡，我们这位可是富豪，岂能连饭都吃不起？大叔你带路，我们请你吃饭。王强指着楚风说道。真的假的？中年男子目露狐疑之色的看着王强。真的，大叔，我们真的吃得起。王强说道。不是，我问的是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请我吃饭？中年男子说道。听得此话，王强顿时脸色一变，心想这个大叔原来也是个吃货呀。大叔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楚风对中年男子说道。什么？中年男子不解，于是对楚风问道。是信任，我们两个都是诚实的好青年，是不会骗你的。楚风说道。你小子看起来比较可信，比那个科巴强多了。那好，我为你们带路。中年男子说道。我擦，这不是人格歧视吗？王强一脸的不高兴，而那中年男子也不理王强，反而直接与楚风聊了起来。聊着，他们便来到了一座酒楼前。这座酒楼很是星号，且是这个城池中最高的一座建筑，高达100层，并且无论砖瓦还是饰品都是红色，倒是颇具特色。而这正是此处最有名的百众红雀楼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百众红雀楼的门口站着几十名守卫，大部分都是半地巅峰，而其中为首的一位竟然是一位5帝境的强者。虽然品阶都不高，可毕竟是5帝境，在5之圣土纵横一方的5帝强者，在这里竟然成了把门的。从此可以看得出来，这百重红雀楼的背景还真是有些不简单。我没骗你们吧？这百重红雀楼可是本城城主开的，你们若是没钱，还是别去了，因为我们的城主心狠手辣，你们得罪不起，得罪了就是要死的。看到那些护卫，中年男子有些慌了，开始劝楚风他们离开。刘叔别怕，我们吃得起。楚风从容的笑道。经过一路的聊天，他已经知道这中年男子叫做刘越，是本地人，不属于任何门派和势力，虽然修为还可以，但在这城中显然也没有什么地位。但楚风能感觉到这刘越本性不坏，为人也有着一些骨气，否则也不会不跪那陆阳阁。再加上他是楚风与王强踏入百炼凡界所结识的第一个人，楚风真的想好好的请他吃一顿。楚风，你想清楚，这真不是闹着玩的。刘越仍不放心，毕竟从之前的事，他总觉得楚风和王强有点虎。刘叔，你难道又忘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了吗？楚风问道。算了，大不了一起死，走吧，我给你们带路。刘越半信半疑的同意了，但心中仍然没底。所以别看刘越大步的向百重红雀楼的正门行去，可嘴里却不断的嘟囔着，这不扯呢吗？为了吃顿好饭，简直连命都赌进来了。站住！然而楚风三人刚刚靠近，便被几十名护卫给拦了下来。那位5帝级的护卫更是站在最前端，狠狠的目光，很是不善。刘越，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滚开！原来那些人不是冲着楚风来的，而是恶狠狠地盯着刘越。这么大一个酒楼，就是这么做生意，就是招待客人的。楚风剑眉倒竖，冷声问道。对待客人，我们自然会彬彬有礼，可是对待你们这种捣乱的小喽啰，就无需礼节。几名护卫见楚风和王强是与刘越一同来的，便同样没将楚风他们放在眼中。快点滚！再不滚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忽然，为首的护卫更是大声呵斥起来：“楚风，我们走吧！”见状，刘越更加慌了，一手拽着楚风，一手拽着王强，便想带着二人离开。可这一拽，
刘越却顿时一愣，他惊愕地发现楚风与王强竟稳若泰山，他根本无法撼动楚风与王强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不客气的。楚风冷声说道：“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讨打。”见状，为首的护卫努力冷哼一声，一层磅礴的威压便横扫开来，2平5地的威压横扫而过，顿时狂风呼啸，如猛虎下山，周遭的空间都是阵阵扭曲。这威压散发之后，那位护卫的嘴角也是不由自主的上翘了起来。这威压自然不是他的全部实力，但在他看来，足以将楚风3人吹得连滚带爬，头破血流，不仅受外伤，还会受内伤，没个10年8载的可能养不好，甚至连这辈子的前途都会断送。但他却丝毫不感觉自己过分，在他看来，这就是得罪他的下场，楚风他们活该。然而这装比的威压散发之后，在场的护卫却皆是大吃一惊，尤其是那位5地级的护卫，更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，那脸色比吃了猪屎环要难看。因为此刻的楚风与王强纹丝未动，丝毫不受他的威压所影响。莫说是他们2个，就连那只是半地境的刘越，竟也毫发未损。完了，楚风问道。护卫脸色一变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么便轮到我了。楚风说话之间，眼中寒芒闪过，1品半组的威压便横扫而出，刹那之间天摇得晃，在场的护卫全部如同树叶一般被吹飞开来，狠狠地撞在那百众红雀楼上。强大的力量，就连那百众红雀楼都是剧烈一颤，而那些护卫更是一个个张口喷血，身负重伤。这一刻，刘越傻眼了。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楚风这样一个年轻人会如此之强。毕竟他很清楚，那为首的护卫可是一名5帝，一名真正的5帝啊！楚风竟然只用威压便将一位5帝给震飞开来，这当真是让他感到意外，大胆。而就在这时，百众红雀楼之中，则是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这位老者衣着华丽，目露寒光，且有着7品5帝的修为。糟了，快走！见到这位老者，刘越顿时满面惊恐，转身便要逃脱。身为此处之人，他深知这位老者的强横，他正是此处这百重红雀楼的主人，同时也是这座城的城主，是此城的最强者。而楚风竟然打伤了他的手下，自然是要倒大霉的。虽然先前楚风的气息极为强横，刘越也是倍感吃惊，可他的修为太低，根本没有感受到楚风的气息乃是1品半组，所以在他看来，楚风再强也不可能强过这位城主。现在不逃，就只能等死。混账东西，真是大胆包天！然而就在这时，那位城主竟转过身去，对着那几位倒在地上的护卫大声呵斥起来。不仅呵斥，更是抬起手来，给那几位护卫分别赏了每人几个响亮的大耳光，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，鲜血直流，还不快给3位客官赔罪！那位城主再度喝道：“客官饶命，客官饶命啊！”几位护卫不敢怠慢，哭天抹泪，爬起身来，又跪在了楚风与王强3人的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磕头求饶，那叫一个可怜兮兮，那叫一个悲惨不已。然而对于这几名护卫的求饶，楚风与王强却是不予理会，就像没看到一样。他们2个都很清楚，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不值得同情，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都给我好好的跪着！见状，那位城主再度大喝道，随后这才一脸笑容的对楚风说道：“3位客官里边请，先前招待不周，是我不对，今日我请客，你们随便吃。”这一刻，刘越彻底被惊呆了，心想这是什么情况？向来凶狠的城主最为护短了，谁敢伤他的手下，他必然要扒了那人的皮不可。而先前楚风所做的事情，显然已经触到了城主的底线，可预想的怎么没有发生，反而一切都反了过来。这城主竟然对他们赔笑脸，这还差不多。楚风面无表情，直接走了进去。虽然刘越不明白这城主为何这般低三下四，但楚风的心里可是清楚的很。从一开始，那些护卫拦住楚风他们的时候，那位城主便注意到了，只是他没有管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城主那个时候也看不起楚风他们，有意放任自己的手下驱赶楚风他们。至于现在会这样，那自然是被楚风的实力吓到了。虽然那位城主也是一位5帝，但是在楚风这位1品半组的面前，他应该清楚他有几斤几两，是否得罪得起楚风。随后那位城主更是亲自带路，将楚风他们引到了最豪华的房间之中。3位客官，请问你们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里的食物都是选择优等食材，由黄袍界灵师配制丹药，再由顶级大厨制作，不仅口感极好，味道极佳，更是有着强身健体、补充武力的功效。那位城主介绍道。有饺子吗？王强问道。饺子自然有，而且饺子是我们这里的特色，什么馅的都有。那位城主得意的说道。那好，给我来大份的。王强说道。这个听得此话，那位城主顿时眉头一皱，说道：不好意思，什么馅的都有，就是没有大份馅的。扑听的此话，楚风刚入口的茶水直接笑得喷了出来，并且位置不好，刚巧喷了王强一脸。